第89章巨额投资。老黄耍了半天的高尔夫球，下午又一起吃饭，但是这一次吃饭就只有老黄、方小华和我，我们3个人吃的比较简单，但是酒非常的棒，是顶级的奔富红酒，搭配着法国名厨的西餐，反正这样的西餐我在深圳还没有吃过。酒过3巡，方小华小意的对老黄道：“黄总，上一次咱们谈的那个项目，我这边准备落地了，您看这个合同我们能不能先签了？”老黄一笑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我，道：“陈老弟，你应该不明白是什么项目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的方总是搞影视传媒的，最近筹备拍一个很棒的电视剧，资金方面有点缺口，我准备投一点钱。”他顿了顿，道：“方总，你这样好不好？把那个项目再做个简单介绍，给我陈老弟说一下。”方小华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，道：“陈总，其实我们的项目并没有完全确定，关键是资金没有完全到位，所以内容的方案我们只能有个大概。资金到位之后，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内容。目前我们有3个比较好的本子，一个英雄剧，2个生活剧的本子，我们会根据资金的情况以及我们导演、演员的情况随便选一个。”方小华变戏法似的拿了一个公文包，给了我3个剧本。我不可能看什么剧本，因为对电视剧我完全是一抹黑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又不能不看，所以我只是装模作样的翻了一下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老黄那边，老黄忽然问我：“陈老弟，这个项目你帮我参谋参谋，你说能做我就投钱，金额大致是1000万资金，你说这个项目不投，或者说有瑕疵，那我就再斟酌考虑。现在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啊，尤其投资要特别谨慎。我的想法是能不投就不能投，你说现在影视这个行业不景气的很，我又是个门外汉，这种烧钱的投资看上去好像一本万利，但是一旦失败血本无归，真的很难的。”老黄这么一说，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了。我看到方小华的脸都白了，我也觉得荒怒的很。老黄这是搞什么名堂？上千万的投资自己不决定，让我给他拿主意。方小华端起酒杯对我道：“陈总，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，但是一见如故，来，这一杯酒我敬你，我们碰杯。”他又道：“我干了，您随意。”说完，他竟然把一杯红酒直接干了。我明白，方小华这个时候内心是绝望的，我和他又谈不上有交情，基本上不太可能站在他那边。关键从他的表情就能看出来，这一笔投资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可能关乎他公司的生死。影视传媒公司听上去高大上，其实这一类公司的风险巨大，可以说稍有闪失，可能就会导致公司破产。其实这事儿也好解释，一部电视剧少说投资上千万，一旦收视率不足，或者说拍出来了没有播放，或者是电视台不购买，直接就砸了，所有的钱血本无归了。我也不懂这个行业的内幕，但是我知道1000万绝对是一笔巨款，因为这个年代一部电影很多投资也就100来万，电视剧一部投资一般80、90万的样子。我慢慢的品酒，忽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哥，我觉得这1000万你肯定得投啊，必须投啊。”我这话一说，方小华震惊的看着我，他似乎不相信我会帮他说话，而且说的这么笃定，我明显能感觉出来他目光中的感激之意，我心中就觉得好笑。老黄道：“陈斌，你竟然还懂得影视。”我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黄总，投什么行业不重要，关键还是看人。我觉得方总这个人行，今天我们谈影视，他先给我看本子，说明方总很务实，拍电视剧很看重内容。这年头看重内容的人不多了，娱乐圈很浮躁，大家都热衷于玩套路，热衷于怎么忽悠投资人的钱呢？”老黄道：“陈斌老弟，既然这么说，那这1000万我投了，晚上我们就签合同。”方小华高兴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对我只差是感激涕零。我把这一切都收在眼里，内心对老黄的佩服如滔滔江水。老黄套路真的很深啊，可以说深不可测。ZXR 上千万的投资，他真的会让我帮他做决策？这看上去很儿戏的事情，其实背后老黄已经有了安排，他大抵已经决定要投这1000万了，但是故意拿着枪，用这个事情来抬我，把我抬到一个很高的高度。在这个场合，他抬我搞得我很有面子，甚至可能因此觉得他老黄够兄弟，够朋友，从而对他充满感激。这其实是个不需要费1分钱的事儿，就能在我这里买这么大一个人情，这种事儿哪里找去？另外，通过我的介入，对方小华也是一个敲打，他通过这么一来，让方小华记住这一笔投资是怎么来的。投资来之不易啊，那花钱的时候就要小心翼翼。方小华的生意要做大做强，必须保证投资人的利益，以后投资才会越来越多。这是老黄想告诉方小华的。如果今天我说这个项目不看好，不投，老黄肯定就不投了，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，手中抓着大把的钱，找他投资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对有钱人来说，对资本家来说，财富他们是完全自由的。所谓财富自由，普通人可能觉得是想什么就可以买什么，但是对老黄他们这样的人来说，也包括不想买什么就不买什么。方小华能够进老黄他们的这个圈子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
但是体量和等级跟老黄相比，差的还比较远，属于还需要好好学习进步的那一波。一顿饭搞定千万的投资，说实话，我都觉得很有成就感，都是让老黄给忽悠的。因为签约的缘故，晚上肯定还有庆祝的安排。方小华私底下搂着我的肩膀，陈总，我什么话都不说了，以后你就是我方小华的兄弟，亲兄弟。今天这事儿你帮了忙，以后用得着我，严一声，我方小华绝对不掉链子。方小华在我面前拍胸脯，称兄弟，我就只是笑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最不能当真的就是这种称兄道弟的事儿，我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。